嘿呦，各位，欢迎又回来到我的游戏频道，我是麦克。那自从莫名的做了雅科夫的武器评测后呢，我就一直看到这样子的留言：军刀、军刀、军刀 and 军刀，真的是 everywhere I go I see 军刀。What the fuck？ 大家怎么都这么推军刀？其实军刀当时呢，我拿到蓝图后也马上做了一把啦。那挥一挥后呢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。那我觉得不像刀，还比较像根指挥棒啦。不过那时因为正值37号实验区中期，所以接了一堆任务，然后一堆区域呢感觉还没探索，做了之后拿来挥一挥就没有实测。加上因为靶场的人偶呢有个缺点就是它不会攻击，所以军刀经典的子弹反弹呢就不知道使用上如何。而且我拿近战武器呢，主要是为了跑速啦，所以就想说算了，专心做任务好了。But 我错了 ，I'm wrong, big wrong。自从拿了军刀之后呢，真的是相见恨晚啊。那这边如果我早点拿着它打的话呢，我可能后期都会拿着军刀再打吧。这边还是要先说一下军刀是要怎么拿到的啦。那首先呢，军刀本体是在军营这边，就是 Takila 楼上的这个建筑物中。那其中呢有个房间有点像 J-Lab 的地方，那可以发现军刀的设计图。然后这边呢要进这个建筑物前呢要稍微小心一点啦，因为这边呢炮台有点多，防守比较森严，而且有2-3只的士兵压在这边。而军刀真的让其解封的特殊配件呢，这个军刀刀反模组，则是要在这个一进37号实验区时呢，地图中有个莫名的制冷区域。那它这个中间呢，其中有一个神秘的小屋，进入后会发现底下呢别有洞天，是个实验室。那这之前我 shorts 有放了啦。那沿着中间的这个长廊呢走到底，就可以发现军刀的刀反模组设计图。但中间要注意，会有奇怪的僵尸鸭从前后包夹你啦。那反正各位就用各位高超的技术呢将其解决即可。那这边实验室呢，我觉得有点可惜耶，就是以为会有什么特殊的东西，但好像就只有拿个军刀刀反模组设计图这样。但 anyway， 就是干将莫耶拿到后呢，就要来准备将它们合体啦。那闪柄军刀的材料呢，需求有点多啦，就是晶体增加器2个，然后晶体过滤单元2个，然后加速器2个。那蓝色方块300个，然后3D 列印材料2个。那前3项材料呢，在 J-Lab 中蛮容易取得的啦，找这个小箱子通常会出，又或者是多跑几次找这个闪柄军刀设计图，这个像 J-Lab 的房间也可以稍微找到。然后蓝色方块呢，则是需要方块收集装置。那这个背包呢，可以在仓库区中的密道这个神秘商人中买到。那之后就背着打就可以拿到了。那 3D 列印材料不用说啦，37号实验区呢，随便跑一跑，应该或多或少都会捡到。而军刀刀反模组的制作材料则是蓝色圆球跟红色圆球各1，然后蓝色方块300个，以及 3D 列印材料5个。那前2个特殊的材料呢，是要透过打气象站的伊格尼跟弗里兹拿到啦。那这2只网呢，如果刚进实验室，可能会有点难打，但是37号实验区必打的网啦，因为它身上的材料呢，可以做抗冻装甲跟头盔，还有这把神武啦。所以各位同样可以利用各位高超的技术解决掉它们。而后面2个材料刚刚介绍过了，所以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这边可以感觉得出来，军刀的材料需求呢，感觉比较复杂一点，而且好像难度稍微比较高一点啦。But 各位好久成瓮底啊，好事多磨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那各位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呢，这把军刀当然也不会让各位失望啊。如果之前我介绍的 TS128 是我觉得外挂的一把枪呢，那我觉得外挂的近战武器就非军刀莫属了。当你拿到军刀后呢，我觉得它的缺点除了近战是缺点外呢，我真的很难再找到其他的缺点了啦。那或许各位又会说 ，Mike 真的假的？那如果要我硬挤的话呢，大概就是它挥动的时候也会扣耐力值吧。那这边稍微提一下啦，就是拿军刀的时候呢，要稍微注意一下耐力值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耐力的时候呢，就无法挥动。那当时没有特别注意这一点，那我在打的时候呢，没注意耐力值没了，然后想说，怎么无法挥啊？然后就挂掉了。那当时呢，还以为是我滑鼠坏掉，结果没有啦，是耐力值没了。那接着我这边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说，就是第一，直接就进入正题，就是相信各位呢最爱这把刀的原因就是子弹反弹。
我真的觉得这太扯了啦。那过往呢，拿近战要贴近敌人的时候呢，但因为碍于敌人他远程射你，所以压力会比较大。但现今呢，你可以将敌人的子弹打回去给他们，就将亚科夫呢活生生的完成棒球游戏啊！同时打回去的子弹呢，还可以伤害敌人，让他们体验一下他们的子弹打到你的时候有多痛。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。所以这边近战的缺点呢，也可以很容易的被弥补掉。然后挥打的同时呢，又可以接近他们，变成是攻防一体啊！刀跟盾合而为一。各位想，这把呢是我的刀，同时又是我的盾，那有让各位想到什么吗？我的刀盾啊！再来第二点是，除了子弹反弹外呢，军刀并非单纯的物理伤害，它还有火焰伤害，会将敌人点燃。所以碰到血多的王呢，可以打一打，然后后撤补血。那王同时这个时候呢，又会燃烧扣血。那这种有元素伤害的武器呢，我觉得在清敌人上面呢，表现都不差啦。接着第三点就是带上军刀后呢，就完全无需带任何武器。因为基本上你就只会拿着军刀在打，就是拿枪呢又换军刀打，会觉得流畅度有点卡卡的啦。那你要么拿枪，要么拿刀这样子。而因为无需带任何额外的武器，那负重呢就莫名的变得很轻。以 AR、SMG、狙击这种常见的搭配的话呢，至少少了10几公斤有，况且又无需携带子弹，就会变得更轻了。再来第4点就是沉潜一点啦，就是因为无需搭配任何武器，变得你的资源停止消耗，然后负重呢变轻，拿的资源材料又可以更多，变得是说你的仓库资源呢会忽然间暴增。那你在打的时候呢，变得是说你反而不会担心子弹的数量，反而是担心捡回去后要放在哪里。接着第5点则是军刀它没有耐用度，没有耐用度就变得是说不是你可不可以继续打，变得是说你想不想继续打。我发觉我拿到军刀后呢，我可以把整个37号实验区打完，或者是 J Lab 整个打完，变得是说打到最后呢，是我想回去了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我必须回去了。而回去呢，通常是因为装甲爆了，而在这之前呢，很难想象啦。而这也因为没有耐用度呢，又回到前一点的资源，就无需维修呢，变得就是资源或者是钱等暴增。那第6点就是近战武器呢，它死亡时不会掉落。那在之前呢，很难想象啊。那各位在之前呢，拿着一把顺手好枪的时候呢，一定细心呵护，死掉的时候呢，面临崩溃。但军刀完全不用担心啊，那就算挂了呢，它还是整根好好的跟你回到基地，那顶多就再换个装就好了。那这样子呢，你死亡的压力就不会很大嘛。然后再来就是我再次出行时呢，就不用担心拿的枪，然后还要想说它是配什么子弹之类的，那搞得就好像我现在呢每次出行就好像到楼下便利商店买牛奶一样，穿个 T 恤短裤就出门了。再来第7点就是军刀它没有配件，那因为拿枪呢常常要研究配件啊，有的没的，那搞得其实看久了之后呢，会有点眼花缭乱啊，就疲乏。但军刀就军刀加军刀刀反模组，拿了就直接上手开打，简单明了。最后第8点就是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，就是军刀呢它非常安静，那因为它攻击呢没有声音距离，而且成第3点，就是因为你不会带其他枪支嘛，所以在天赋这边选择呢，可以很明确的直接选择狂战士，那让你的行走的声音距离呢降到最低，那所以你就很常感觉呢敌人就傻傻的站在那边让你打啦。那就算打完一个敌人，另外一个敌人也不会马上发现。那这在一些敌人密集的地方呢，就可以很好的发挥优势，就是敌人呢不会像骨牌一样一直来，让你有点喘息的空间。最后以上就是这把军刀的介绍啦。那除了之前的 TS128 外呢，军刀真的是我觉得37号实验区必拿的武器啦。那赶快拿！不要像我这样整个打完之后呢，才知道有军刀这把武器，哭啊！那拿到之后呢，各位都可以变成37号实验区的大鼓奖品。这边我就同样放我用军刀完整清掉整个37号实验区王的片段吧。首先就先来拜访一下伊格尼跟弗里兹这2位老朋友啦。炮台没问题啦。先碰到伊格尼，那伊格尼跟弗里兹呢2位，如果打起来比较困难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用就是 TS128 啦，因为他们是用散弹枪的，所以打起来近战可能会有点吃力。
接着蓝鸦就在楼上，上去打蓝鸦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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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3两下解决，没问题。当然，老朋友 Killa 不可少啦，一样要小心，小心贴近他。哎呦喂呀，2秒解决。那因为带这个军刀呢，不太需要带什么武器，所以各位可以考虑就是打针啦，就是像打一些什么近战针啊、持久针等等的。那这边就来打这个观测者哦，观测者呢一来就火力强大，不过不用怕，我们攻防一体。我的刀盾啊 ！OK， 补个血，继续战。等他贴近，2刀解决，拜拜。拜拜。当然晚上了，就顺便上去解决雪人。OK， 贴近他 ，OK 啦。最后绕了一圈就回到军营，来找一下呆头故事。OK， 找到呆头故事了，还不要脸的带个小兵，不用怕。那各位如果觉得会难打的话呢，就是一样建议啦，就是可以带一支针，就是看各位要打什么针，因为毕竟也不需要带什么武器嘛，就是能够 buff 自己的就 buff 一下。那呆头儿，赶快贴近他，趁他贴近我们的时候 ，OK 啦，血稍微厚一点，但也没问题。当然最后把最好的留到最后了 ，Takila， Takila。一样 ，Takila 比较难搞啦，因为它可近可远。它贴近的时候呢，它就用锤子，所以会跟你互殴，而且它锤子有晕眩的效果，所以一样打的时候要小心。不用怕。一样，如果觉得有点难打，就是打针，看要打什么就打什么这样。可以考虑打个近战针或持久针啊，因为毕竟这个军刀呢，它吃耐力。那这边因为我刚开始呢没有清四周围啦，我以为可以把 Takila 秒掉，所以各位如果要打 Takila 的话呢，记得就是先清一下周边，再回去找他。Round 2 Fight。OK， 把子弹打回去哦。哇，那子弹有时候会在我们盾点的时候打进来，还是很痛。OK， 补血。OK 啦，想说丢闪光弹，看能不能给他缓速一下。哇，有点落赛，不用怕，跟他硬拼了。OK 啦 ，GG。那这边37号实验区知名的大 BOSS 应该都被清光了啦，还有谁？OK 啊，那这一次呢，就是这一把军刀的展示，非常的实用，而且非常的好用，近战的神武啊。那这边就这样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。